尊上，你觉得人界如何？这人界好似与暗域无异，心魔之盛，与我等暗族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连你都能察觉，为何他却看不清？尊上说的可是圣女？他花费了太多的心思在人族身上。修仙阁传信，谢雪尘灵力尚未恢复，你去雍雪城夺取混沌珠，交到本尊的手上。若遇阻碍之人，杀！是。南公子这是在和谁纸砚传情啊？是哪家的小娘子啊？风瑶若是知道有人称她为小娘子，怕是会不悦啊。我让风瑶去查了九仙阁的情况，镜花宫之乱后，他们便彻底销声匿迹了。不奇怪，不过他们曾在人界走动，收拢了不少人族和灵族，看来应该会有人注意到他们。不错。风瑶在碧霄宫附近的城镇寻到了一个灵族，他自称见过九仙阁的人，说为首的是一个约莫20多岁的青年男子，风度仪态甚佳；另一个则黑金蒙面，不过听声音也能听出是一个青年男子。他称呼为首的人为阁主。黑金蒙面，就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那为什么九仙阁主反而敢以真面目示人呢？或许是有恃无恐吧。九仙阁经营了那么多年，想要彻底铲除，怕不是易事啊。九仙阁还未除，算算时间，桑琪也该出关了。下一步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暗族气息。想不到仙盟之中，痴念者竟如此之多，甚好。这具身躯太废物，是时候再另选一具更好的傀儡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，阿宝？有可怕的东西在附近，就像那天在南公子家一样。暗族在哪个方向？东南。你帮我看着阿宝，他胆子小，见到暗族恐怕会被吓得胆裂。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一个人吗？足够了。想必你们也已经感应到了。我去见谢城主。玄心，你带弟子们布阵，务必要找出暗族，将其除去。是。多日不见，圣女的杀心还是这么重。我倒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原来是你呀，痴影。这么些年争来斗去的，你也不是第一次被我杀了，习惯就好。尊上命我给圣女带句话：好人演久了，就真忘了自己是谁吗？圣女带着尊上的任务而来，却迟迟没有行动，尊上不得不怀疑你别有用心呐。
师傅既然将一切都告诉了你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我自有我的计划。我做事最讨厌别人指手画脚，师傅不行，你更没资格。住手！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竟敢滥杀无辜！修士，求您救救我！我发现了他的魔功，他要杀我灭口！高秋明，你是不是傻？他被暗族附身了。幽雪城有防护结界，暗族怎么可能进得来？滚开！我当初就不该替你隐瞒。灵族魔修果然没有好东西。高秋明，仙盟蠢货众多，你属其中卡住。你要干什么？高秋明，今日我就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严重，难道真有暗族入侵？那我方才岂不是错怪他了？结账。玄天门严重，看来只要修行了魔功，就逃不过玄天门严重。找到了。我赢了。你杀了你的同族，踩着他们的尸身血海，来到了这个位置。他们不死，我就会死。既然只有一个人能活，那只能是我。不错，很精彩。我的好徒儿，告诉我，拼死活下来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复仇。他们杀了这个世上唯一对我好、给过我温暖的人。我要力量，足以向仙盟复仇的力量。我要复仇。记住，越痛苦，你就会越强大。你赢了，从今日起，你便不只是我的徒儿，更是暗域的圣女。
为一人生，为一人死，还真是令人羡慕啊！可惜这次没能将那暗族除去。玄信赶到的时候，他已消失无踪。也许，是有人把他救走了。倒也未必，也许是那暗族及时附身了他人，才躲过了炎咒。那暗族想要躲过炎咒追索，必须藏到修为高深者的心魔深处。那会是什么人呢？各派的心腹弟子、长老，甚至掌门。雍雪城的防护结界没有任何反应，那暗族是怎么做到毫无声息地潜入的？雍雪城的防护结界，单向法阵是无法入内的，除非有人在城内向城外开启了双向法阵，才有可能让暗族进入。谢城主的意思是，城内有人与那暗族里应外合。尊者可有办法将那暗族查出？倒是有个办法，暗族靠心魔附身，玄天门亦有法门可观道心。我们或许可以一一查验，找出生了心魔的修者。此事不妨交给玄信吧，他自幼道心通明，颇为敏锐。那此事就有劳玄信师弟了。一一查验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我会以暗族入侵、提前推举盟主为由，请各派于正西厅议决。届时，就有劳玄信师弟在暗中以道法观心，查出有心魔者。那便如此安排。掌门，弟子还想与谢城主商讨一下查验之事。师弟有话想说。是，谢城主。之前那暗族被炎咒所致，待我寻去时，他却没了踪迹。方才掌门提及此事，谢城主神色有异，不知此事是否与你有关？师弟方才为何不问？既然城主不想让掌门知道，那我自当先问清缘由才是。是，此事的确与我有关。我救走了一个灵族，他曾修习魔功，故被炎咒所伤。但他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暗族。原来如此。那谢城主是否信任他？是，我相信他。既然这样，玄信知道了。师弟不打算除魔，这倒与玄天门其他修者有所不同。仙官善恶罢了。师弟通透。这个房间冷冰冰的，跟他这个人一样。不如我来给你添点惊喜。这样
样才好看嘛。等谢雪晨回来，应该会吓一跳吧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。暗域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在雍雪城。幻境罢了，不必惊讶。师父，师父，你在暗域，我在雍雪城，你是如何遥隔万里，又避开雍雪城结界，将我拉入幻境的？你素来行事跳脱，爱捣乱。为师为不时之需，便在你的心上种下了一种咒。此咒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灵犀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将你召入幻境，又有何难？所以，师父是趁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在我身上动了手脚。师父，你我师徒之间还能不能有点信任了？为师认为，信任的前提是你足以令我相信。当日你提出的计划，为师可是字字记得清楚。对于一个不惧死的人，关再久也没有用。师父，不如试试我的方法，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趁机夺取混沌珠，毁掉仙盟。半日芳华，拿去。现如今，你又兑现了什么？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不都已经做到了吗？哎呀，你这种避重就轻的话术，就莫要用在为师身上了。你现在花在谢雪晨身上的时间可太多了，多到令我怀疑，你是不是不要师父了？怎么会呢？师父于仙盟刀下救我，传我魔功，给我力量，许我在暗域作威作福，我怎么会不要师父呢？好啊，那你便证明给我看。师父想要我如何证明？混沌珠拿回来，然后杀了谢雪晨。看到你这副表情，师父很是伤心啊。或许我该提醒你一件事：你修炼的魔功很霸道，必须每个月在暗域用魔气淬体强身一次，中途不能停止，否则就会遭到魔功的反噬。你灵窍破损，根本扛不住，最后会爆体而亡的。难怪师父当初这么轻易就同意了我的计划，原来是留有后手。底牌就是我的命。怎么？为了那个谢雪晨的命，自己的命不要了？怎么可能？灵族寿命1000年，花花世界，男人万千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个谢雪晨去死？不过和他玩玩罢了。师父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，夺回混沌珠，杀了谢雪晨。好，师父等着看。但我一个人着实也不好下手。师父，
赤影和朽仙阁的人是不是都在雍雪城啊？他们在哪儿？让他们帮帮我。你是想让他们帮你，还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呢？师傅若不信我，不如将我的命拿去算了。哎，莫生气。你我师徒10年，只要你完成任务，就什么都不会变。记住，我们生于黑暗，莫要妄想触及光明。这个道理，师父20年前以一臂为代价才换得明白。灵儿，师父也希望你能懂得。去吧，完成任务，师父在家等你。戏演8分亦是假，那就演足10分啊。半日芳华，拿去。戏演10分，自然是连你也骗了，师傅。还要多谢你把他抓回来，我才能知道，原来他还活着。10年未见，安遇重逢。你好啊，大哥哥。这就是雍雪城少宗主谢雪晨啊。少宗主这番容貌，可谓世间无几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我们曾在哪里见过吗？可惜这回依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没关系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。原来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傅玄灵，我给你带了。他走了，是我回来的太晚了吗？既然大家都如此看重，我就不再推辞了。玄天门定会尽力护好混沌珠。恭贺盟主！既已选出新任盟主，那明日午时，请各派掌门携带谕令，前往朱塔。届时，雍雪城会将混沌珠移交玄天门保管。
师父当盟主之愿落空，心中必定恼怒。我还是不要凑到他跟前去，等他消气了再回去吧。我误帮暗族的事，穆玄灵和谢雪晨都没说出去，哼，算他们有点义气。情路挫败，人前坚强，人后落泪。高修士真是太隐忍了。高修士，傅修士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，我刚刚不小心被风沙吹着眼睛了，让你见笑了。哦，这风沙迷眼，藏伤心之事，他定是不想被人看清。我也不该戳穿他才是。没事，我帮你吹吹。别动了，没事没事。这回算你聪明，知道我是什么意思。这法剑尊者虽然看着年轻，实则都500余岁了，年事已高。只有让他当盟主，那以后我们生儿继位才能更早点嘛。哎呀，这么简单的账目，自然不用你提醒啦。快！哎呀，他们怎么搅和在一起去了？这才几日啊，圣儿这风流病又犯了。谁允许你是我儿子的？他爱撩拨谁就撩拨谁。行，可是夫人啊，家里头一堆莺莺燕燕，还嫌不够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碧霄宫怕是要改名叫花满楼啊！那也是我生儿有本事。好些了吗？好一些了，多谢傅修士。戏做的够真了吧？哦，对了，眼妆。哦，梅花，还是很漂亮。昨日之事，高修士可有解决啊？哦，你说穆玄灵那件事啊，我送了他一件法器，按照道理应该翻篇了。一件法器，便能买断情爱，世间果然没有什么永恒之爱。不，话说回来啊，这高秋明倒是真的很符合做少夫人的标准啊，可奈何人家名花有主了呀。现在不是谢城主的未婚妻吗？你说生儿你怎么在人家眼皮子底下撩拨人家的夫人？这要是被发现，碧霄宫颜面何存呢？这孩子，那又如何？莫说他俩还未成亲，便是成亲了，也可以休夫，再会又如何？我说你怎么？哎，我怎么听着话像是在点我呢？你是不是早就存了休夫的心思啊？以前确实没想到，倒是提醒我了。段小荣，你算你修为高，了不起死了。行，咱们就比谁活得命长。等你老了瘫在床上，我听了你的药。嘿嘿。哦，高修士不必难过。既然谢城主他对不起你，那就没必要守着那婚约，另寻良人便是。等一下，你说我跟谁有婚约？高修士不必掩饰了，我都懂。你与谢城主有婚约，他却恋上了穆姑娘，确实令人痛心。你停！你别乱说话！谁跟谢雪晨有婚约？我就说你这2日怎么奇奇怪怪的，一直找我说话。我告诉你啊，傅修士，我跟谢雪晨没有婚约，他爱喜欢谁喜欢谁去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不要瞎猜啊！还有，人家谢雪晨也不是一个放浪之人，你在背后说别人坏话，不好哦。气死了！天气真好，风和日丽的，挺好。师弟的意思是，
仙盟各派的掌门长老及心腹弟子都有心魔，根本无法判别何人被暗族附身。包括掌门、师傅，也包括谢城主你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也无法判断真假。从昨日到今日，师弟可有遇到什么异常？异常？有。是何异常？玄心不想妄下定论，还是要先去问清楚缘由。你觉得他问得出什么吗？问不出，不过也无妨。反正今日关心，本就是为了让暗处的人觉得我们已无计可施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我们谢城主是否真有心魔？你方才不在正气厅中，我也有些好奇，南庄主有没有心魔？明日就要移交混沌珠了，可准备好了？世上没有完全之策，无非尽力一搏。还是那句话，别死。师傅，你呀，从小就不在意外物，衣服破了，也不知道要补。唉，若师傅不在，看谁管你？怎么，有话要说？是，坐着说。师傅昨夜给我的法印，真的只是法印吗？你这小子，竟然怀疑到师傅头上来了。心中有疑，便须问清楚，否则一念一起，纵使万里高低，也会溃于一息。这也是师傅教我的。我可没教你怎么气我。唉，师傅回答你。法印只是法印，未动任何手脚。若法印真的只是法印，那师傅的执念又是什么呢？若论执念，便是想让掌门当上盟主吧。如今得偿所愿，便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。如此说，你可信？信。有时又觉得将你教得太纯粹了，你这样容易被骗。吃一堑，长一智便好。在所有的弟子当中，也就只有你，从未刻意去参悟，却已然做到了无执。无执则无心魔。玄心啊，你的道心已经超过师傅了。新任盟主已定，明日便要移交混沌珠。虽然你们入门时间尚短，但无奈大敌当前，暗族入侵，需要加强守备之力。明日你们便一同随我前往珠塔，共担守备之责。是。好，其他人先散去吧。
谢长老。穆玄灵，你看看你的样子，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半夜又去叨扰城主了？你让我怎么说你呢？你别以为他罩着你，我就不敢说你啊！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危机四伏，城主又事忙，你就不知道收敛一下？况且自己本身就课业繁重，别整天想着那些有的没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你听得进去也得做得到啊！回去给我好好睡一觉，睡饱了才能有精神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啊？哎，玄灵师妹，小师姐，玄灵师妹，方才苍长老在，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。有何事啊？明日不就要执行任务了吗？如今敌人在暗，也不知会发生什么。明日你就跟着我，若有什么事，我保护你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攒的法器，能加强护盾的，记得带在身上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年纪比我小吧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你为何会拜入雍雪城啊？唉，10几年前，万仙镇结界出了一次裂隙，暗族涌出，杀了我们全村的人。所以，修道是为了报仇吗？不，爹娘临死前说，不要带着恨火，恨也能滋生暗族的。唉，不说这些了，我要回去准备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准备吧，明日还有大事呢。保重啊，走了。什么破法器，长得还挺可爱的。原来高修氏无意于谢城主，二人也无婚约。我还劝他呢，不要因为谢城主和穆姑娘之间的亲近而难过。想来在他心里，我怕不是个大傻子吧？你这么在意，难不成想和高修氏做朋友？朋友嘛，越多越好。对每个女孩子都那么好，难怪副公主说你处处留情啊。他还说我呢，早年仗着自己容貌俊美，四处留情的人是他吧？倒是你，这么多年了，还在寻那梦中人。说不定已经寻到了呢。已经寻到了，哪家姑娘？也只是感觉而已，还没有最后确认。你确认好可要立刻告诉我。你怎么比我还急啊？我好奇嘛。哎，快快快，别让我等太久啊！我也不想等太久。